1950年的春天，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市场里，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小心地向人们兜售几件古代的陶俑，结果连一个陶俑都没卖出去，就被公安人员逮住了。经过审问，几个人很快就交代了，他们在南京郊外的祖堂山发现了一座古墓，陶俑就是来自其中。于是南唐第一位皇帝李昪和皇后，第二位皇帝李景瑜皇后的两座合葬墓，就这样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被发现了。1950到1951年，南京博物院对南唐二陵进行考古发掘，在李昪的亲陵中发现了一座让人眼前一亮的陶俑。这件陶俑呈现半人半鱼的形象，俑高15厘米，长35厘米，头部是一个昂首挺胸、头戴冠冕的男性形象，面目十分清秀。陶俑的身躯被塑成鱼的形状，左右鱼鳍做划水状，肩部还刻画有一对小小的翅膀。陶俑的人头和鱼身非常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座半人半鱼的陶俑究竟是什么？它又为什么出现在墓中呢？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美人鱼，然而早在华夏的上古奇书《山海经》中就有这种半人半鱼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说，底人国在建木兮，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而这个底人国还很有可能与一桩上古大神的复活谜案有关。海内南经中提到了这个位于建木西边的底人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记载，在《山海经》以及其他古籍中都能找到相关的内容。比如西汉的《淮南子》中说，后继陇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说的是古神后继的坟冢在通天的神树建木的西边，其人指的就是建木西那里所居住的人，他们半人半鱼，而且能够死而复生。海内南经中半人半鱼的底人国就位于建木的西边。海内西经中又说到，后继之葬，山水环之，在底国西。毫无疑问，淮南子中所说的其人死复苏，其半为鱼，就是底人国。那么问题又来了，底人为什么能够死而复生呢？这就要从更加久远的一件陶盆开始说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了一件陶盆。这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代表性陶器是新石器时期的产物，距今已经有至少6000多年，被称为人面鱼纹彩陶盆。这件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长口卷边，口沿处会有红黑两色间断彩带。陶盆的内壁则是两个奇怪的图案，用黑彩勾勒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类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面容安详，鼻梁挺直，呈倒立的 T 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扩重合。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至左右，从而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相互追逐，与两个人鱼合体的图案一起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闭环。那么绘制如此精美图案的陶盆是做什么用的呢？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想不到，它竟然是6000多年前先人们用来收敛夭折婴幼儿的陶瓮盖子，一般称其为瓮棺盖。当部落中有未成年的儿童夭折时，人们便把夭折的孩子放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然后埋葬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者室内的地底下。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仰韶文化部落聚居地有专门的成人墓葬区，而且远离人们的居住区。但是夭折婴幼儿的瓮棺却埋葬在房屋周边，甚至是室内的地下，似乎在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远古先人们对这些幼小的生命还怀有某种神圣的期待，很有可能就是重生。显而易见，陶盆上的精美图案一定有其独特含义，有可能正是半人半鱼的巫为夭折的婴幼儿祈祷复生。人鱼合体的图案是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人鱼巫，而它之所以具有这种神力，是因为远古的先人们认为鱼可以不死，或者说能够死而复生。1975年，陕西宝鸡儒家庄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铜盘，在铜盘上发现了这样几个字：鱼白榨用盘。意思是这个铜盘是一个叫做俞伯的人使用的盘子，俞伯是古老的虞国的国君。这个鱼字非常罕见，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它是由一个弓和一个鱼字组合而成的。鱼并非是用弓箭射鱼的意思，而是一种保存活鱼的古老方法。这种方法至今有些地方仍在使用，被称为弓鱼术。所谓弓鱼术，就是用一根稻草绑在鱼尾，然后穿过鱼鳃后拉紧，使得鱼的身体弯成弓状，目的是为了让鱼离开水以后，自动闭合的鱼鳃打开，从而强迫它用鳃来呼吸，这样可以让鱼离开水以后最大限度的存活。这种方法最早用到的是稻草，也就是禾，禾字和鱼字组合在一起就是苏字。虞国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鱼形玉器，其中就有不少身体弯成弓形的鱼形玉器，印证了那个苏字。
小儿雅广明中说死而复生谓之苏，广韵中也说苏息也，死而复生也。所以苏字就有复苏复活死而复生的意思。被用过公鱼术看似已经死亡的鱼，只要把它们扔进水中就会马上复活。此外，古人发现鱼的眼睛没有眼睑，始终保持着睁眼的状态，即使死亡也不能闭上，就被认为是灵魂不死的特征。前面说过，《山海经》中半人半鱼的底人和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乌一样，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而这还牵扯到了一桩上古大神的复活谜案。一般认为，《山海经》中的底人国还有另一个名字户人国。著名训诂学家郝一行曾作著《山海经》说，户人国即海内南京底人国，底户二字盖以行径而恶。《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关于户人国的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有户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林甲。林甲生户人，是能上下于天。炎帝的孙子有一个叫做林甲，他生下了户人。户人有一种特殊能力，他能够在人间和天界自由上下。紧接着，《大荒西经》讲述了那个著名的复活谜案。原文说：有鱼偏枯，名曰鱼腹，专须死既复苏。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腹，专须死既复苏。这是一段非常晦涩难懂的描述，所以至今都没有对它完全令人信服的解读。从字面意思来看，他说有一种身体带有残疾的鱼叫做鱼腹，专须死后又死而复生。当北风吹来时，天降大水如泉涌，蛇会变成鱼，这种鱼就是鱼腹。然后又强调了一次专须死而复生。蛇为什么会变成鱼？鱼腹为什么会残疾？其中又为什么很突兀的两次提到专须死而复生？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又该怎么去解释？接下来，大典怪就把专须复活这个难解之谜与能够死而复生的底人国结合起来分析，试图去解答上述的这些疑问。偏枯这个词在上古神话中的出现与一位如雷贯耳的人物有关，他就是大禹。在狮子、荀子、庄子等很多古籍中都记载了大禹因为长期在恶劣环境下治水，过度劳累，最终导致半身不遂，也就是所谓的偏枯。狮子中说，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禹于是疏河绝江，10年不窥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所谓步不相过，就是两条腿不能前后交替行走，只能一腿前迈，一腿拖行。所以见过大禹又不知内情的巫戏，纷纷将他的这种怪异步伐当成了治水神力的来源，于是纷纷在进行巫祝时模仿禹步，以期望获得神通。西汉杨雄法言重离中就说到，昔者四世治水土，而巫步多禹，记载的就是巫师们仿效大禹的步态，用于祭祀和做法。关于禹步的更多内容，因为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如果诸君感兴趣的话，请评论、点赞、弹幕支持一下，以后会单独制作视频为大家详细介绍。自从禹步被与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之后，偏枯就渐渐成了巫戏们的标志性符号。这种情况不仅在大禹之后非常盛行，很多大禹之前的上古巫戏们也被莫名其妙的贴上了这个标签。渔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山海经中偏枯的渔父应该就是一位能在巫祝时通过神秘的步伐来获取神通的巫。上古时女为巫，男为戏，所谓巫者都是女性，故而渔父中的父字是对他性别的表示。既然渔父是巫，那么大荒西经中说他能上下于天就很容易理解了。华夏上古神话中最著名的巫莫过于灵山的石巫。大荒西经中说有灵山、巫咸、巫祭、巫判、巫鹏、巫姑、巫真、巫里、巫底、巫谢、巫罗，石巫从此升降，百药原在。从此升降说的就是石巫通过灵山这个天梯上下于天，沟通神灵。此外，石巫中的巫咸还能通过另一座天梯登宝山上下于天。海外西经中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宝山，全巫所从上下也。由此可见，上下于天是上古巫门一种典型的神能。那么底人国的巫渔父又是通过哪里上下于天的呢？山海经中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答案，就是另一座著名的上古天梯建木。淮南子地形训中说，建木在都广，众地所自上下。位于都广之野的建木不仅是天梯，而且是众位天地上下于天，级别仅次于昆仑的天梯。山海经中也有建木的记载，并且明确说东夷大神太昊曾经攀援过它。位于底人国东边的建木就是他们的女巫渔父上下于天的天梯。不仅如此，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底人还很有可能就是这座天梯的守护者。
说清楚了偏枯的含义，我们再回头去看《山海经》中的那段记载，如果把颛顼作为颛顼死记复述的主语，就会很突兀，但如果这句话的主语是有余的话，意思就变得容易理解得多。女巫渔父，颛顼死后他就复活了，后面的一句也是一样，女巫渔父是蛇所化成的鱼，颛顼死后他就复活了。如果要想这个解读成立，那么就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什么颛顼死后渔父就复活了呢？上古神话中的颛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操作，叫做绝地天通。神话中他命令大神重合离分别把天向上托举，把地向下压，断绝了天地之间的联系，从此人神永隔。前面说到过，神话中远古的巫们可以通过天梯上下于天，但在绝地天通之后，他们也不再具有通天的能力了。华夏的上古神话背后常常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般认为这可能是颛顼改革巫政和祭祀制度，下令禁绝民间的巫私自祭天通神，并将祭祀的权力收归国家，设置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从而抑制民间巫系的权力，树立中央王权主导地位的一次政治改革。那么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绝地天通的过程中，底人国女巫渔父的祭祀权利被剥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颛顼死后，禁绝民间的巫私自祭天通神的政策可能出现了松动，民间的祭祀活动开始死灰复燃，包括渔父在内的巫们重新获得了权利，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死而复生。所以《山海经》中的这个复活之谜，死而复生的并非颛顼，而是底人国的渔父。那么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又是什么意思呢？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古籍中记载了古蜀时期的5位王，分别是蚕丛、百冠、鱼凫、杜宇和鳖灵。年代最晚的杜宇和鳖灵，上述2本书中都记载有他们之间政权交接的离奇故事，这个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已经详细介绍过。而关于前3位古王的记载则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第3位的鱼凫和第4位的杜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空档期。从某些学者的考证来看，这位鱼凫有很大可能是与颛顼同一时期的人物。那么问题又来了，鱼凫有没有可能就是《山海经》中的渔父呢？2000年7月29日，在成都市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长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的墓坑。墓中发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用巨型的金丝楠木制成的船棺。所谓船棺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独木舟形状的葬具，在墓坑里一共发现了9具，最大的一具竟然长达18.8米。这种船棺又被当地人称为载魂之舟，也就是承载逝者灵魂的木舟。蜀王本纪中记载，从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斌在蜀地做太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当地人认为人死之后，逝者的亡魂会乘着独木舟经过一个叫做天盆阙或天盆门的地方。蜀地民间甚至流传，在天盆阙附近常常还能看到出没其间的鬼神精灵。所说的天盆阙位于现在的汶川玄口一带，那里有2座山峰悚然对峙，就仿佛是2扇门一样，汹涌的岷江从门中穿流而过。很显然，如果想要通过天盆阙，则必须依靠舟船从岷江上通过。也正因此，古蜀人以木舟为官，希望他能够载着自己的灵魂通过天盆阙，从而魂归故里，与祖先团聚。那么故里又在哪里？沿着岷江逆流而上，就能到达岷江的源头岷山南麓，而岷山则是古老的底人曾经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古蜀第1位王蚕丛，据考证就是来自岷山的底人。而成都府志中提到，首名蚕丛，次曰伯冠，次曰鱼凫，皆蚕丛氏之子。虽然说伯冠、鱼凫是否蚕丛的儿子还有待考证，但是古蜀的前3位王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岷山一带的底人。一个是鱼凫，一个是鱼父，前者是底人后裔的古蜀王，后者是《山海经》中底人国的大巫。鱼父能够死而复生，而鱼凫的后代死后则乘坐载魂之舟通过天门，这也何尝不是一种死而复生呢？颛顼在五方地中为北方玄帝，以水为德，信仰的图腾是龟与蛇的组合。在与共工的不周山神战胜利之后，颛顼开始实施绝地天通，用暴力方式将神权收归中央。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描述的很可能是北方水德的颛顼对古蜀鱼凫的征服，其中有蛇图腾崇拜与鱼崇拜的融合转化。颛顼死后，鱼凫的神权得以恢复，图腾信仰也重新变回了鱼。1986年7月23日，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了一根黄金杖，金杖曾经是以锻打的方式包裹在一根木杖的外面，大约是4000年前到3600年前的产物。其中的木杖早已腐朽，只剩下包裹木杖的金皮。
金皮的厚度只有 0.2 毫米左右，主体部分刻着2组几乎对称的图案，一支带鳞的箭在穿过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之后，箭簇射入了一条鱼的头部。不论是鳞箭、鸟和鱼，都刻画得非常清晰，形象栩栩如生。大脸怪在以前的视频中分析过，这个图案有可能表达的是以鸟为图腾的族群用他们擅长的弓箭打败了一个以鱼为信仰的族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以鸟为图腾又擅长弓箭的很有可能是东夷族群中的一支，而被击败的可能就是鱼凫。鱼凫一族被征服之后，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人离开了。视频的前面提到过，陕西宝鸡儒家庄1号墓是古老的虞国的国君之墓。虞国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与周朝类似，但下层族人墓中出土的日常用品却和周朝人完全不同。虞国墓葬中大量发现的波形尖底罐具有早期属地的特征，多出现于四川新繁、广汉等地，而广汉就是发现黄金杖的三星堆所在地。虞国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的小立人，他们的手呈现巨大的套环形状，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手非常相似。其中有一尊男性青铜小立人双手所摆出的造型，居然和三星堆的大立人一模一样。更巧合的是，有些铜人的头顶有着类似鱼尾造型的头冠，根据铜人的面容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女性。这种半人半鱼的女性，不正像《山海经》中记载的女巫渔父吗？嗟乎！如果这一连串的推论正确，虞国真是《山海经》中底人国的最后遗存，那么神话中能够死而复生的底人，就果真在历史中上演了一场死而复生的精彩大戏。话说回到视频开头，人鱼陶俑出自南陵2陵中的青陵。青陵的主人李变生前追求长生不死，是因为长期服用丹药导致中毒而死。既然半人半鱼的巫具有死而复生的神能，那么这个人鱼陶俑出现在李变的墓中，它所代表的含义自然就不言而喻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